我差点被梦游的姐妹杀了，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几天前的下午，我接到了依依的电话，琪琪，我晚上可以去你那边住吗？能听出她的语气中略带委屈。虽然我们有段时间没联系了，但是我并没有拒绝。于是当天晚上，依依就拖着行李来到我家，看得出她心情比较低落，我就点了她最爱吃的烤串和奶茶，想着安慰一下她。中间了解到她因为和室友有了矛盾，吵了一架，想要在新找到房子之前单独出来住几天，可她似乎不愿意多提及矛盾的内容，我便没多说什么。稍晚些的时候，我就准备洗漱睡觉了。在我洗完澡出来的时候，依依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。我轻手轻脚地给她盖上毛毯之后，也回房间睡觉去了。后半夜因为口渴，我突然醒了，但怕打扰到依依休息，我并没有开灯，摸索着走出了房间。经过沙发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，发现沙发上只剩下一条毛毯。依依去哪里了？难道上厕所去了？我因为困意缠身，并没有到处去找，拿了瓶水就直接回到了房间。我躺在床上想睡，却没睡着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客厅里头一直没有什么动静，奇怪，他怎么还没回来？会不会出啥事儿了？我刚想起身去查看，此时安静又黑暗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音，这种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啮齿类动物磨牙一样。我放缓呼吸声，环顾四周，突然之间，我注意到在房间的左前方，一个黑漆漆的人影直挺挺地站在角落里，正对着我。我第一时间做出反应，拿起枕头使劲地扔了过去，大喊起来：“谁在那里？”人影躲开了，然而他依旧一言不发。只是接下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人影并没有做出什么多余的动作，他以一种极其僵硬的姿势缓慢地挪出了房间，随后便听到好像有人倒在了沙发上。我紧张地慢慢靠近门口，开灯向外观察，卧室里的灯光照到了沙发上，清晰地映照出依依的脸。刚才那个人影是依依，她是梦游了吗？隔天一早，我询问依依：“依依呀，昨天晚上你起夜了吗？”依依摇了摇头。我继续问：“那你以前梦游吗？”从来没有，至少我自己是不知道的。我若有所思，但随后也没有说什么，就出门上班去了。深夜里，我再次醒了，起身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客厅，依依又不在沙发上。我预先给自己鼓气，随后大声叫喊依依的名字：“依依，你在哪？”没有人回应。我看了一眼厨房和卫生间，还有卧室，都没有人。难道出门了？这么晚别出什么事吧？我立马拿出手机给依依拨了通电话过去。在静谧的深夜，我清楚地听到了一阵手机震动声，不过这一阵震动声在响了几声之后戛然而止。我的目光死死地盯在衣柜上，因为我清楚地听到刚才那一阵震动的声音就来自那里。我走到衣柜边，朝着并没有关严实的柜门里望了过去。依依瞪大了双眼，正在衣柜里面静静地坐着。一瞬间，我汗毛竖起。依依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但是他依旧没有什么动静。激动的我立马上把衣柜拉开。你在里面干什么呀？我使出全身的劲把他拉了出来。依依被摔在了地上，跟随他一起掉落的还有一把水果刀。还没等到我回过神，他便迅速冲出了卧室。我缓了好一会儿，反锁好房门。凌晨3点，我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，枕头下面放着刚才依依掉落在地面上的那把水果刀。尽管我认为依依是梦游，但是我依旧后怕，所以我拿起了手机，给依依之前的室友发条信息：睡了吗？正准备睡。什么事？你和依依因为什么事情闹掰的？小婷犹豫了一会儿才回复：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是不是依依和你在一起？我觉得她有点奇怪，你小心点，那女人有病，她半夜想对我动刀，如果不是我反应快就出事了，你最好别和她往来，她太恐怖了。当天晚上我一夜未眠，直到天亮，我就找了个借口让依依搬了出去。后来我就和她便慢慢的断了联系，直到最后我也没弄清楚那2天晚上她到底是在梦游还是清醒着的。你知道如何快速脱单吗？手机似乎听到了我的心声，作为母胎单身的我迫不及待地点了进去，但我没想到后面发生的事让我永生难忘。刚打开软件，我就看到了一个令我非常心动的女生，看着她的照片，感觉自己心跳从来没这么快过。我鼓起勇气跟她打了个招呼，很快她就回复了我：你好呀。想着自己应该主动一些，刚输入到一半，没想到对方先给了我回复：我叫小爱，我是第一次玩这个软件，我看到你照片觉得你还不错，咱俩可以多聊一聊。我真没想到她竟然会对我也感兴趣。从那之后我们就经常聊天，很意外小爱是个善解人意的女生。我经常忙过头忘了吃饭，她总会贴心的帮我点好外卖，哪怕我再三拒绝，不想让她这么破费，她却笑意盈盈地说：你总是不关心自己的身体，我会心疼呀。我们感情逐渐升温，甚至有一些想见见她的冲动，但我并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。我知道很多人说过网恋都是骗人的，不是骗钱就是对方长得很丑，更有可能是个男的。可小爱从来都没提过任何要求，甚至还愿意为我付出。我也提出过要跟她视频，现在吗？你等一下我梳妆打扮一下。小爱同意了。
没过一会儿，他就发来一条视频申请。接通后，他笑意盈盈地看着我，我顿时松了口气，没想到是真的，我的春天真的要来了。这次晚上我们聊了很久，相约了在情人节那天来我家吃饭。时间很快就到了，我给家里好好的打扫了一下，等待着晚上的到来。一阵敲门声传来了，他来了，我非常惊喜，心跳也不自觉加快，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了房门。小爱笑意盈盈地站在门口，我便邀请她进来了。在沙发上坐着的时候，我有些拘谨，悄悄看她，却看到她一直在低头玩手机。我微微蹙眉，刚想问一下她在干嘛，电话响了，小爱接起了电话，那头我听出来是个男人的声音。等挂断电话，我好奇地问她在和谁打电话，只见她突然用非常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，我心下一惊，我想着第一次见你，给你准备了惊喜，我感觉此事我应该高兴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她我心里总有些毛毛的。没一会儿，敲门声响起，外卖来了。我觉得我此刻应该拦住他，但显然他的动作比我快。只见小爱拉开了门，一个身穿黑衣戴着黑口罩的男子走了进来。小爱此刻就站在他的边上，看着我微微笑着。强哥，就是他。我看着小爱嘴中的强哥掏出了一把刀，对准了我，把你账户里的钱都转过来，现在马上，别耍诈，你有多少钱我们都知道。我慌得一批，看着这个男人魁梧的身材，我只能听话的照做，颤抖着把钱都转给了他。旁边的小爱还在那边碎碎念，亏我吊了他这么长时间，才从他嘴里套到了所有信息，真令人作呕。强哥，你可得多补偿补偿我。我冷汗滴落，原来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。等款全部都转过去了，强哥突然来了一句，我们现在只图钱不害命，可你如果报警的话，你要知道你家里地址、公司地址我们全都知道，后果自负。说完这句话，他们两个就走了出去。我蹲在地上好久，不是我不想起来，而是腿软根本起不来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走了，会不会在反悔突然回来给我一刀。我望向了门口，此时大门敞开，漆黑的门口什么都看不见。鼓起勇气，我跑到了门口，把门反锁上。我还是选择了报警，毕竟只有报警才更能保护我的安全。我把所有与小爱的聊天记录还有资料都提交给了警察，可没想到他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，转账账户也不是本人。目前警察还在调查中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搬到朋友家去住了。希望大家引以为戒，网恋需谨慎，千万不要随意就把自己的信息都告诉给别人。我再也不敢图便宜随便找民宿住了，现在想起来还是脊背发凉。几天前我和老公的结婚纪念日到了，忙碌了一年，我俩准备出去旅游放松几天。但是我老公是那种典型的铁公鸡。小冉，你看这个房子怎么样？我看了眼他的手机，嘴角抽了抽。林泽，你又从哪个平台找的房子？民宿特价优惠，这个价格堪称骨折。林泽笑意盈盈地看着我，想到之前出去旅游林泽订的那些房子，虽然有些小瑕疵，但是也还不错，我也就同意了。但我没想到后面竟然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情。进屋后，我看了看房子，意外地发现竟然还不错。想着已经很晚了，我俩就在沙发上吃着晚饭，看着电视。就在我困得不行，准备回房间睡觉时，突然听见有脚步声。这脚步声似乎是从2楼传来的。林泽，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我惊恐地看着林泽，他皱了皱眉，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们去楼上看看。可房东说了，房东在租房要求中写过，唯一的要求就是别去2楼。当时签合同时，我只觉得可能楼上是储藏室之类的，也没多想。但现在听到那个声音之后，我顿时感到脊背发凉。没事儿，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去上面检查一下。我跟着林泽慢慢走到了2楼。2楼是阁楼，只有一个房间。林泽拉动门把手，想把门打开，这个门被锁死了。他趴在门口，听着屋内的动静，里面静悄悄的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俩返回到卧室，锁好房门，并给房东发了消息，想问清楚2楼里有什么。2楼放了一些杂物，抱歉啊，可能是之前有老鼠还没清理干净，你们要是害怕的话，我明天来看一下。我看房东态度诚恳，想了想，现在已经没有声音了，我们也不是常住在这里，只要不去2楼就行了，我就没要求他过来。毕竟之前这种情况也不是没遇到过，谁让林泽总爱订这种打骨折的房子。第2天晚上，楼上倒是没有再传出奇怪的声音了。今天玩了一天，我有些累了，便想先去泡个澡。刚进浴缸坐下，一阵清晰的脚步声传来，我坐直了身体，紧紧盯着浴室门，却发现脚步声停住了。没事的，林泽就在楼下，
有什么事我喊他，他能听见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浴室门被敲响，我吓得一激灵。小冉，是我进来了。我松了口气，是林泽呀。我看着他开门进来，刚想怪他为什么要吓我一跳，却发现他表情特别的不对劲。怎么了，林泽？他凑近我悄声说道。小冉别说话，听我的，你赶紧穿衣服，我们去收拾行李。我看着他的表情异常凝重，不禁有些害怕。我没多问，看着他着急忙慌地收拾完行李，以最快的速度拖着我上了车。直到上车后，他才松了口气。小冉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房东一直在监视着我们，而且我怀疑他就在楼上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震惊地看着林泽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原来就在我洗澡的时候，林泽无聊地调着电视节目，无意间点了个按钮，电视画面中是个房间。虽然有些熟悉，但他并没有多疑，直到再次换了台，却发现我正在浴室洗澡的画面，他才意识到这是监控的摄像头拍摄的，这肯定是房东特地安装并用来看租客隐私的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别的企图。我看着林泽皱着眉，全身汗毛竖起，转头看向了别墅。黑暗中似乎有个影子就在阁楼上，拉开窗帘偷看我们。转过头，我和林泽商量着报了警，在房东还没来得及收掉所有的监控设备前就被警察抓住了。我们轻松的旅行变成了可怕的噩梦。从那之后，我们再也不敢随便订房间住了。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正巧碰到这个外卖小哥，那我可能就遇害了。2天前，我想去取落在闺蜜家的包包，包包就在电视旁边的架子上。手机那头，闺蜜的声音明朗：“我今天加班，你先过去吧，反正你手上有我家的备用钥匙，3楼307。放心，你家门牌号我记得比我家都熟了。”挂断了电话，起身前往了闺蜜家。刚到门口，正准备掏出钥匙开门，突然听到里面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我感到奇怪，动作停了下来。小美已经回来了吗？就在我犹豫的片刻，门突然向里面打开了，出来一个男人，30出头的模样，看着憨憨的。我愣了一下，那男人却抢着说道：“你先进来吧，他没在家。”这么熟稔的语气，可能是男朋友吧。我边迟疑边进了屋子，男人已经勤快地端了杯水递过来。我道谢后接过水杯，环顾四周，发现没什么异样，只有卧室的门虚掩着。男人似乎察觉到我的视线，往我身前站了站。我对着墙指了指：“我过来拿包的，拿了就走。那个包花了我大半个月工资，上次带过来是为了跟闺蜜炫耀一下，没想到竟然落在她家里了。”哦，我帮你拿过来。那男人挠了挠头，便去帮我取包。我拿出手机给闺蜜发了个消息：“行啊，男朋友挺勤快的，除了年龄大了一点。说吧，人在哪找的？”我噼里啪啦发过去一段文字，没过2秒，闺蜜信息就回过来了：“你说什么呢？我哪有男朋友？”我迅速提取到了闺蜜信息里的关键字：“没有男朋友。”那面前这人是谁？我脑海中迅速浮现一种可能，瞬间冷汗直冒，全身僵硬。那是这个包吗？此时我在看这个男人，只觉得他笑得特别怪异。我捏着包包假装镇定：“谢谢你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你帮我跟小美说一下。”说罢我就往门口走去。明明只有几步的距离，但是我却觉得好远。刚到门口，男人突然开口：“时间太晚了，你一个小姑娘不安全，我送你到小区门口。”我顿时僵住了。不用了，太麻烦了，我自己下去就好了，我送你。男人依旧机械重复这句话。我全身汗毛倒竖，恐惧从脚底攀升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人在极端恐惧的时候是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手脚的。我呆站在原地，突然听到电梯门打开的声音，一个外卖小哥如从天降般出现在了我的视野里。只见他还在低头拿着手机，看着像准备给顾客打电话。“张哥，这么巧，今天你送这一片区的外卖吗？”我装作很熟练地跟他打着招呼。就在他还在懵逼之时，我就迅速冲过去，死死拽住了他。他望向我，我知道我现在肯定满眼都是惊恐之色。他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一般：“啊，对呀，我好像按错了楼层，正好送完这单，我今天就准备结束了，咱们一起去吃点东西。”我顺着他往电梯走去，不敢往后看闺蜜家。我知道此时那个男人正站在那里死死盯着我。刚出电梯，我迅速拿出手机给闺蜜打了电话，确认她真的不认识家里那个人。在附近派出所汇合后，带着警察一起去了闺蜜家。屋子里有明显被翻找过的痕迹，而那个男人已经不在屋子里了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个男人是偷窃惯犯，那天在闺蜜家踩点，刚巧我去取东西，如果没有遇到那个热心肠的小哥，我估计就得遇害了。
因为这件事，从此我们宿舍都不敢半夜上厕所了。这天周五晚上，我们心血来潮凑在寝室看《咒怨》，恐怖的视觉冲击让我们一个个心惊胆战，伴随着恐惧感，我们好不容易才睡着。结果半夜我的肚子突然隐隐绞痛，可能是白天吃的地摊不干净吧。我便起身准备去上厕所，但我刚拉开帘子，看着静谧漆黑的宿舍，显得尤为恐怖。这个电影的后劲着实有点大。寝室的厕所在宿舍外面，在我们寝室隔壁，也是走廊尽头。因为要走出宿舍，我隐约还是有些害怕。真是的，早知道晚上不看恐怖片了。我缩进帘子里自言自语道，看了下手机时间，才凌晨3点，离天亮还有好久啊。我欲哭无泪，纠结了很长时间，最终还是决定去趟厕所。我喊了我上铺的姐妹小美，小美陪我去个厕所呗。我敲了敲她的床帮，小美睡眼惺忪地探出了帘子。她一直都知道我胆子不大，看了我一眼，揉了揉眼睛，没说什么就下来了。我拽着她慢慢走出了宿舍，刚到厕所，映着昏暗的灯光，我顺手就拉了第一个隔间门，但却没拉开，可能是里面有人，我没多想，径直走向了第二个隔间，当然也没敢关门，就找着话题跟小美聊着天。小美，你有没有听过最近的新闻？就有个小偷去人家家里偷东西，主人都回来了，他躲在床底下刷视频，结果把自己逗笑了，直接就被抓了。这真是史上最悲催的小偷。一阵笑声从第一个隔间里传了出来，这笑声也特别奇怪，在安静的厕所里显得格外刺耳，让人头皮发麻。我和小美对视了一眼，意思这旁边是谁？按道理应该是我们同楼层的人，多少也打过照面。出于好奇，我就透过隔间下缝隙看去，这一看却让我不寒而栗，是一个人穿着老式的红色胶鞋，而且还脏兮兮的，这种鞋学生肯定是不会穿。最奇怪的是，这个人的小腿是笔直的，并不是在蹲坑的姿势，说明他就一直站在那边也不出来。我第一个感觉是这个人可能是小偷。等大家睡着了偷东西，我强装镇定地站了起来，心也提到了嗓子眼，惊慌地拉着小美就往外走，甚至不敢回头瞧上一眼。安全起见，宿舍的门我也没关死，一边看着厕所一边把寝室的人都叫醒了。小美去楼下喊宿管阿姨，我们剩下的人还在盯着厕所的方向，等了许久，一直到宿管阿姨带着人来了，也没见一个人出来。我紧拽住小美的手，看着他们进了厕所。此时第一个隔间已经打开了，里面没有人，阿姨他们里外都找了一圈，也没见一个人影。卫生间的窗户也是封死的，完全没有被破坏的痕迹。怎么会？我低呼出声，满眼的不可思议。我看向了小美，小美此时震惊的表情告诉了我，刚刚我们在厕所绝对是遇到人了，可为什么那个人消失了呢？从那以后，我们宿舍都不敢单独半夜去厕所了。我再也不敢和别人合租了，因为我的室友就是变态。刚毕业的我，为了节省房租，选择了和别人合租。这是个相对老旧的3室1厅，我也是最后一个入住进来的。入住的第1天，我们3个人就凑在客厅一起吃个饭，相互认识一下。经过一番了解，小爱长期居住在这，梁哥也是前不久刚搬过来的。为了欢迎我这个新室友的到来，我们还喝起了啤酒。在酒过3巡之后，小爱明显有点喝多了，拉起我语重心长地说起来，乐乐，你刚搬进来，我得提醒你，平常洗好的内衣裤要尽量晾在自己的房间里啊，最近变态的人特别多，我都已经丢了好几件了。听着小爱的话，我注意到她的眼睛总是瞟着梁哥，好像在跟我暗示着什么。我也似懂非懂地应着小爱，可没过几天，我的内衣真的不见了。奇怪，哪里去了？我嘟囔着在卧室里到处翻找着衣服，因为今天刚好是周末，小爱也在家。她刚巧在门口看到我翻找着东西，便进来询问，你干嘛呢？我把自己丢东西的事情跟小爱讲了一遍，话还没说完，小爱就气愤地拉着我出了房间。我眼看她要带我进入梁哥的房间，便拽住了她。小爱，你干嘛？梁哥不在家，我们去他房间是不是不好？就是要他不在，我早觉得他不对劲。家里就咱们3个，你搬进来之前，你屋原来住的是一个男生，我一直以为是他，可没想到他搬走了。你内衣也刚丢，那还能有谁？我震惊地看着小爱，满脸的不可置信，但想了想，比起梁哥，我更愿意相信小爱。随后，我俩就开始在梁哥的房间里翻了起来。也没多久，小爱就从梁哥的床下掏出了一个塑料盒子，里面整整齐齐摆着好几件内衣，有小爱的，也有我刚丢的。你看证据确凿了吧？我就说这人有问题。小爱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肯定要质问他，他这是变态行为，我可不愿意跟这样的人再住在一起。我看着小爱义愤填膺的样子，有些羡慕他这样有话直说的爽朗性格，但我有些害怕。刚毕业的我也从来没接触过这些。小爱，对不起，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，我不太敢。小爱看着我犹犹豫豫的样子，
瞬间明了，没事，你要害怕你就回房间，我来质问他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一副理解的样子，我更羞愧了。到了晚上，小爱让我回了房间，他就一直守在客厅坐着，等着许良回来。我静静地抱着腿坐在卧室里，也没开灯，直到快到10点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开门声，许良回来了。随后门外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，我很好奇，悄悄给门开了一条缝隙，想看看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在客厅里，许良经受了小爱一系列的质问之后，没有一丝紧张，依旧像从前一样，脸上带着笑意。你必须搬走，现在证据确凿了，你如果不搬走，我就把你的事情报到网上去。许良似乎没有听小爱的话，只是自言自语，这件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吗？乐乐今天不在家吗？什么？小爱愣了一下，他今天不在，你别想转移话题，你就说搬不搬吧。听到小爱的话，我不免有些感动，他哪怕知道我不愿意面对，却还是保护着我。正当我还在自我感动的时候，只听到许良轻笑了一声，随后什么都没说就走进了自己的卧室。没过几分钟，他就走了出来，同时他的手上还握着一根防身棍。记得以前，许良还笑着对我俩说，如果有人来咱们家，我就拿着这根棍子砸下去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你们都安全。而此时此刻，这根棍子直接就朝着小爱用力地挥了下去，边砸还边嘟囔着，傻姑娘，如果没人知道的话，我为什么要受你的威胁？我看着这个画面，瞬间瞪大了眼睛，眼泪不自觉地溢了出来。我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，一点都不敢出声。我悄悄地关紧了房门，轻手轻脚地锁了起来，顺着门边就坐在了地上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突然，一声震动的响声传进了我的耳朵，在这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。我吓了一跳，是许良发来的消息。乐乐，你在哪儿？我听到脚步声逐渐靠近了我的房门，他一定是猜到我在家了。顾不得其他，我拿起手机赶紧报了警，哭着将整件事情告诉了警察，只希望在他破门之前，他们能赶到。一阵阵的砸门声传来，我害怕地躲进了床底下，死死地捏紧自己的手机，又打了个电话给警察。你们快来，他快进来了。警察姐姐轻声地安抚着，别怕，警察已经到楼下了，你想办法拿什么抵一下门。我颤抖地思索着卧室里有什么东西能把门抵住。对了，衣橱。此时我十分庆幸这个衣橱是活动式的，我爬出床底，跑到了衣橱边上。乐乐，你果然在家。我惊讶地转头看向门口，只见房门已经被许良砸出了一个洞。就在他继续砸门的时候，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把柜子推向了门口，死死抵住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砸门声停止了，我听到了很多人的脚步以及打斗声。别动，警察！随后，我的门被轻轻敲响。小姑娘，你出来吧。放心，他已经被制服了。听着这个声音，我推开衣橱，透过刚刚许良砸出的洞看去，确实是警察。打开门，小爱已经被白布盖上了。我瘫软在地，不断地抽泣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爱。如果不是我懦弱，最后我搬离了这座城市，但这件事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底。早上，我在门口看到了我家猫的尸体，旁边的单子上写着：“您的外卖到了，请记得给好评哦。”是小咪。我尖叫一声，腿吓得发软，直接蹲在地上，捂住嘴巴，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，后背瞬间冒出了一层冷汗。明明昨晚睡前他还睡在我的枕边，一时间难过和恐惧包裹了我全身。我下意识反身，迅速关门并立马反锁，后背紧紧贴着门，并拨打报警电话。警察敲门的时候，我正蹲在门旁边，抱着腿抖个没完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昨晚12点半，刚刚吃过安眠药的我接到了外卖的电话，那人态度急切，说是在楼下等了我快10分钟了，一直忙线，您快点下来取外卖行吗？我这还有好几个单子呢，要不您告诉我几楼，我送上去也行。我愣了一下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没点外卖。交涉了大约3分钟后，对方骂骂咧咧地挂断了。当时我误以为是店家搞错了地址，毕竟这样的事情之前也发生过，这件事我便没有放在心上。再加上安眠药的作用，不一会儿就失去意识了。直到今早打开门，小咪的尸体就那么直挺挺地放在门口。我抽搐着讲完了所有的事情，警察点头并在纸上记录着。检查过后，门锁没有被撬动的痕迹，难道那个人有我家的钥匙？突然我想到了什么，急切地告诉孙警官，我家猫有时自己会开门的。说完，我看向不远处僵硬的小咪，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。昨天我好像忘记反锁了。警察拿过我的手机查看了一番，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在你删掉的订单里，我们找到了你昨晚下单的外卖记录。不可能！我惊讶地捂住嘴巴，尖锐的声音在客厅回荡：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我没有点外卖，也没有戏耍外卖员。警察先生，相信我，请你相信我，
说到最后，我只剩下了呜咽。一旁的女警官轻轻地为我顺着后背，你放心，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小猫的尸体我们需要带回去，你有亲戚朋友吗？安全起见，这几天就先不要住在家里了。送走警察后，我在家门口蹲了很久。在这座陌生的城市，我没有什么亲戚，只有男朋友刘泽。想到警察离开前说的话，我下意识地裹紧了双臂，不排除有人进入你家的可能。最近好几个事件与独居女性有关，在他们家门口都会有这么一个三角形标志。巨大的恐惧过后，我逐渐冷静了下来，开始复盘最近发生的事情。标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现在想来得有半个月了，并不是我木讷安全意识弱，这是个老小区，墙面上总有些调皮的小孩画的东西，因此这件事就被我忽略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拨通了男友刘泽的电话，将这些事大体说了一遍后，等他来的过程中，同一栋楼的几个邻居听说之后找来了，对门的王婶和楼上的李哥，他们一边安慰我，一边陪我等刘泽的到来。几个人叽叽喳喳的要找物业，要求在小区里安监控才可以。看见刘泽的一瞬间，我抱住他大声的哭了一通，发泄了所有的恐惧。在他的提议下，我带着东西去了他家。刘泽住的地方距离我家不过10分钟的路程，他租了个公寓，并不是很大。正在我将牙刷往洗手台摆的时候，接到了警察的电话。李女士，我们查到昨晚你的账号确实点了一份外卖，但是账号 IP 不在你家，而是在留取家苑。那个外卖员有人证，您家猫咪死亡的事情跟他无关。留取家苑是刘泽的小区。看着他在厨房哼着歌兴奋炒菜的身影，我深吸一口气，颤抖着拿起了他的手机，刚准备打开外卖软件。瑶瑶在干嘛呢？快过来帮我打个鸡蛋。我赶紧将手机揣兜里，来了。猜猜我要给你做什么好吃的？给你做一份不一样的西红柿炒鸡蛋，那我很期待哦。一时间不知道该觉得开心还是害怕。进洗手间掏出手机，外卖软件上登录的正是我的账号。就因为我一直拒绝跟他同居，竟然搞了这么一出。1周前我俩出去吃饭，我去厕所的间隙将包给了他，出来的时候他人就不见了，过了很久才跑回来，借口说是去接老板电话，肯定是那个时候去配了钥匙。想到电视剧里那种病态男友，鸡皮疙瘩瞬间爬满了我的全身。佯装淡定走到厨房门口，我借口下楼买东西，行李都没拿就打上车回了家。到家后给他发了分手的短信，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，订了隔天一早回老家的车票。过了大约15分钟，他狂拍我的门，求我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。我在业主群发了个消息，可以麻烦各位邻居帮我出去说一声，我家里没有人，并再次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过了2分钟，楼上的李哥回了个 OK 的表情，之后邻居们都轮番的安慰着我，对门的王婶更是一条60秒的语音甩了出来，大体意思就是他要是敢一直来骚扰我，邻居们就把他打出去。我透过猫眼看到几个邻居跟刘泽在外面吵了起来。就在刘泽要动手的时候，孙警官到了。刘泽意味深长地看了眼我家的方向，吓得我闪到了一边，甚至害怕他通过猫眼就能看到我。本以为就这样摆脱了这个变态，谁知道半夜我再次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接起来竟然是刘泽的声音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怎么总是一句话不说就走？昨晚也是这样。没等他说完，我便破口大骂：刘泽，你这个死变态，是你害死了小咪，我们分手了。接着将手机关机。当晚我睡得并不踏实，天刚泛亮光，我便起床。打开房门的一瞬间，我的尖叫声划破了长空。刘泽满身是血的坐在我的门口，地上是一张外卖单，您的外卖到了，请记得给好评哦。再次看到这张外卖单，我便直接晕了过去。哼，李瑶瑶，胆子还是这么小。女人对着镜子又嘴角缓缓上扬。如果你被困在自己家的卫生间里，没有窗户，没带手机，你会如何脱困呢？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是个怀揣梦想的北漂青年，为了房租便宜，不得已搬到设施破旧的小区。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将会变成困住自己的枷锁。这天凌晨，随着剧里的强哥下线，追了多日的电视剧也终于完结。我把小狗放在一旁，走进卫生间里洗澡。按照以往的惯例，我都会为了人身安全把门反锁，可这个保护措施竟让我差点丧命。这个厕所是个暗厕，空间狭小，也没有朝外的窗户，导致空气十分稀薄。我快速洗完后便打算出去透透气，可当我转动卫生门锁时，意外发生了。平常很顺利就可以打开的门，今天却纹丝不动。我傻眼了，门锁不会这个时候坏掉吧？里面的空气本就流通不畅。我再次尝试转动门把手试图打开，难不成是锁芯卡住了？我赶忙拿起卫生间的镊子，用尖头的部分深入锁孔里拨弄，可一点效果都没有。我实在受不了，这样下去不被饿死也得被憋死。我拿起花洒就使劲往门上砸，1下2下，丝毫不见起任何作用。奇怪，
平时咋不见这个门这么结实？突然，门上的一块玻璃碎片滑落，我仿佛看到了生机。我察觉到门外似乎有人，我便大声呼救，可没人应答。事已至此，我必须要采取措施。我小心翼翼地把手伸出去，摸到了门锁上插着的钥匙，用力转动。这下锁芯彻底断掉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陷入到了绝望中。我平时没有洗澡时带手机的习惯，所以无法报警寻求帮助。我透过玻璃看向钟表，现在已经凌晨3点了。我只好先保存体力，待到白天再准备自救。不一会儿，我便背靠角落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被事先预定好的闹钟吵醒，我开始大声呼救：“请问有人吗？能来帮帮我吗？”喊了好一会儿，我觉得喉咙有些嘶哑。而这时门外也终于有了一些动静，一户独居的中年大姐隐约听到了叫声，在门外叫道：“大早晨的干什么呢？”这个人平时脾气有点怪，不太好打交道，虽然不愿意和他接触，但毕竟他是我脱困的唯一希望。我耐心解释道：“您好，我被锁在厕所里出不去了，家里又没有别人，麻烦帮我报警好吗？”可是他却非常警惕地问道：“你一个人在家洗澡，为什么锁门？是不是在干什么违法的勾当？”我连忙解释说是自己的习惯。当解释我手机在外面拿不到的时候，大姐却怀疑地问道：“你为什么洗澡不带手机？”我一时间不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只好继续苦苦哀求，希望她能帮帮忙。我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呼喊着，可没想到门外只传来一句话：“你说你被困了一夜，声音怎么还这么大？我看你精神很好的样子，你别随便开玩笑。”说完就再也没声音了。大姐最终还是没有选择救我，而在那之后，无论我怎样呼救，我家附近也再没来过人。我现在又渴又饿，心里仅存的那一丁点希望也早已消失殆尽。我害怕地蜷缩在冰冷的地上，眼泪也不自觉地流，不知不觉中再次睡了过去。这时，手机备忘录响起，并把我吵醒，通知今天下午会有个快递。我顿时欣喜若狂，整整一个下午，我都趴在卫生间的门上，仔细听楼道里的电梯声，一有声音我就会大声地呼救，直到我嗓子喊哑，瘫坐在地上。快递也迟迟没到，想必是快递小哥打不通电话，就直接放柜子里了。扑面而来的绝望和疲惫感瞬间打透了我。我已经1天没有进食了，纯靠喝自来水才有一点力气。而我用着这仅存的力气，拿着花洒不断敲击着水管，不知道敲了多久，伴随着绝望，头也感觉昏昏的。我家的小狗突然开始不停地嚎叫，好像是觉察到我有危险一样，爪子也在不断地挠着卫生间的门。可现在的我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，眼前一黑。再次醒来，我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了。警察叔叔跟我描述了经过，因为我家小狗焦躁不安的嚎叫，引起了楼上邻居的注意。他来到我家敲了敲房门，很快意识到了不对，便直接打电话报了警。终于，历经30个小时，警察破门而入，在卫生间里晕倒的我成功获救。回到家后，我一边喂着小狗，一边回想那噩梦般的遭遇，不禁流下了眼泪。我一度以为自己要死了，拿起了还在充电的手机，本以为失联1天多会有很多人在找我，可根本没有任何消息，就连约好去逛街的朋友也没有给我发信息，只是打了一个电话，看到没人接就没再问了。时间一天天流逝，一天晚上，我收到了一个快递，打开后里面空无一物，只有张纸条：“我正在看着你。”这不禁让我细思极恐，立刻报警，便马上搬了家。居然有人要悬赏1000万杀了我，我该怎么办？1小时前，刚下班的我突然接到了同事小美的电话，让我赶紧上网搜索下自己的名字，有人在网上恶搞我。于是我赶忙回家，搜到了这么一篇悬赏贴，有人出1000万要在30日的0点之前杀掉我，甚至还把我的名字、田语以及个人隐私曝光在网上。这难道是哪个无聊的人恶搞我吗？但不管怎样，现在的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，我不由得心里生出一阵恶寒，拿出电话，赶忙打给了男友。可电话响了很久，一直无人接听。没办法，我又回拨了小美的电话，她也在尽力安慰着我：“你别太在意，可能就是谁的恶作剧。”虽然我迎合着，但心里总是觉得毛毛的。这万一有人当真了，那该怎么办？帖子上有我所有的信息，我抱怨着跟小美讲，我男友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短信也不回。听到这，小美还是仗义地说，等他20分钟，他这就来我家陪我。这时候时间已经是11点20，期间我并没有放弃给男友打电话，但是结果还是一样，没人接。在时间到了11点40分的时候，我突然听到楼下一阵摩托车的声音。出于好奇，我拉开窗帘往楼下看去，只见一个男人昂着头朝我这边看来。我被那诡异的眼神惊到，赶忙关掉了所有灯，无助地躲在桌子下面，感觉心脏都快跳出来。突然，手机响了起来，是小美。我就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，赶紧接起了电话。可没想到听到小美颤抖的声音：“小雨，我到你家楼下了，但是我看到你家阳台上有一个奇怪的人影，你快下来，
我在楼下等你。一瞬间我感觉头皮发麻，也意识到家里肯定不能待了。我跌跌撞撞跑到了楼下，看到了在楼下等我的小美。来到她车上后，我才如释重负般松了一口气。阳台上真的有人影吗？是呀，还好你下来得快。下一瞬间，小美赶忙启动了车子，但顺着后视镜，我仿佛看到小美诡异的笑了。紧接着画面转到一个男人身上，男人叫高飞，是一个沉迷网游的宅男。晚上正准备倒垃圾的他，在垃圾桶上看到了一张奇怪的纸条，找到3个道具来救出公主。再看到上面还有地图提示，高飞想到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就玩一玩。好奇到底在耍什么花样，高飞顺着地图的指示来到了一个公交车站旁。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个钱包，并且里面还有很多玛尼，心想着这下赚了。不过当他拿下钱包后，公交站牌上又发现了一个纸条，恭喜玩家获得了金币，并且继续附带了一个新地图。来到了下一个地址，高飞在公园的椅子上找到了一枚金戒指，纸条上的内容是恭喜玩家获得了魔法戒指。就这样，玩上瘾的高飞又找到了一把勇者之剑，其实就是一根撬棍，但这次地图上居然出现了公主的位置。既然都玩到这里了，那高飞自然不会放弃。顺着地图，他来到了公园的地下通道，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蓝色的袋子，公主就在这里吗？于是高飞右手拿着撬棍打开了袋子，但下一瞬间，高飞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，眼前正是一具女人的尸体。几乎是同时，在通道的另一头走来一个女人，还没等高飞解释，女人大喊杀人了，慌忙的逃跑并拨下了报警电话。高飞看着女人的背影，习惯性的摸了一下自己的脸，可结果发现手上都是血，显然是撬棍上的血。想到这里，高飞拿出了钱包，看到里面的证件正是开头和同事走的田宇。故事到此结束。